Hello， 射手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吧 ？OK 哈。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哈，最近呢，射手座的朋友们呢，特别喜欢吃这种就是像手卷类的东西，就是那个的食物呢，最好是能够卷起来、包起来的，比如说手卷啦，或者是握寿司啊，好，或者是比如说像这个还有一个画面是很像是平常呢，你吃汉堡，我们外面都是用那个面包嘛，你可能会把它变成像生菜叶一样哈，就把它包起来 ，OK 哈。所以呢，我会感觉这2到3周呢，这种需要握着的啦，哈，就是需要拿着。当然呢，有些食物我们是用那个汤匙或叉子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2到3周你特别喜欢吃这种卷起来的，或者是需要包覆起来用手吃的这种食物特别居多 ，OK 好，而且你吃起来心情会特别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有趣的一个讯息哈，如果刚好有符合，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好不好 ？OK 哈，好，那第二个呢，要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这2到3周呢，某部分射手座的朋友们好像会去。买，我不知道你是买钻石呢，还是说有人会送给你这些钻石 ？OK， 好，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讯息，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个状况呢，是有一个人拿着像你们去看过电影，或者是比如说去买过的这种比较贵的这种宝石类的东西，你们就会看到他们在鉴定是有拿一个这个放大镜，然后在看着那个石头，所以我在想，可能最近刚好你可能或许是去典当也说不定，或者是要去买这种比较高级的钻石，或者是比如说最近刚好有一些珠宝拍卖会，或者是最近刚好你有这些珠宝的这些能量场在你的这2到3周的过程当中，所以你非常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样子高价的哈，或者是品质比较好的这种宝石类，好吗 ？OK 哈，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把握这个贵气啊，这2到3周哈，多多去接触一下哈，我觉得应该也蛮好的哈。那有一些人呢，小众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哈，我会感觉最近你如果不是走钻石或者是宝石路线的哈，你可能也会走跟黄金有关的。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3个开场讯息哈。这2到3周呢，我觉得射手座的朋友们呢，你们特别很适合跟这种大象灰或水泥灰的颜色去做一个搭配。有可能最近你刚好买了一个新的包包，它可能是属于那种大象灰，或者是指甲油啦，或者是你的服装啊、配件啊、饰品啊，通通都可以。OK 哈，我感觉这2到3周呢，你会非常的喜欢这个颜色。然后呢，这个大象灰，有些人你们是用在那个笔记本的那个皮套上面 ，OK 哈，所以呢，我觉得就用这个颜色去做个搭配吧，或者是刚好要买一些什么文具类的用品，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好吧 ？OK 哈，好，那我们就准备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的这个牌卡解读。在进入今天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2024年的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的线上试听会即将又要展开喽。如果呢，你想要来学习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转化你的思维，突破限制性的框架以及信念，甚至呢，你想要摆脱这些旧有重蹈覆辙的模式以及习惯，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宇宙小学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听会呢，是举办在台湾台北6月9号的晚上8点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体验怎么样来参与小学堂的课程，以及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也都会在试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想要来参加报名跟体验的同学们呢，欢迎你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都会把详细的资讯跟连结附在上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权杖7，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死亡跟重生。OK 哈，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射手座的朋友们。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OK 哈，好，请稍后哦哈。OK
OK， 好，我个人会感觉这2到3周呢，射手座的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应该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牡羊座的朋友们的讯息 ，OK 哈，因为我感觉你的能量场跟他们还蛮类似的，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OK 哈。好，不是每个人都要去，你觉得你想去你就去，因为每个人的太阳、月亮、上升、金星是不一样的 ，OK 哈，因为它可能包含了我们其他的一些面向 ，OK，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7，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解说哈。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的是圣杯3，抽到的是圣杯8，然后还有抽到的是钱币7 ，OK 哈。这3张牌卡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其实这个圣杯3加圣杯对不起，圣杯3加圣杯8，好，嘴巴打结，好，圣杯3加这个圣杯8呢，加起来呢，相对的是一个圣杯1 ，OK 哈。我个人会感觉，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应该有遇到一个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你觉得是值得投入的，你觉得是值得投资的，甚至可能会让你看见希望，这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关系，可能是你要创业的一些梦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觉得，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呢，你呢必须要能够去正视这个在过去能量场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如果你要跟他合作，你要跟他结盟，你要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忽略掉一些事情，就是你只看到好的一面，你少做的有关于比如说风险管理，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要有更深入的认识，或者是你可能要去摸清楚对方的个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OK 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我觉得在过去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呢，因为这样子的，我觉得怎么讲天时地利人和吧，你也是向前走的一个状态，可是可能忽略到某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渐渐开始投入，比如说投入你的资本，好，或者是投入你的情感，好，或者是投入你的这些努力跟付出都无所谓的。我觉得你是蛮希望能够细心呵护，让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物事物是可以发芽的。OK 好，所以呢，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你抽到的是圣杯侍者，抽到的是宝剑骑士，抽到的是力量牌卡。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忽略了一些东西。OK 好，来这边我给你看，你注意看这4个人啊，全部都是背对我们的，对吧？他们都是往前走，背对我们的，象征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好啊，我们要乘胜追击啊，我们应该要把握机会，这都对，没有错。OK，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转过头来看，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方向都是看那个方向，不然呢就是专注在眼下这个地方，所以相对的你在跟你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的这个广度不够广，所以有可能背面没看到，或者是左边没看到，或右边没有看到，你只看到前面跟正中心当下这个地方。那当然活在当下是一件好事，可是呢你要把这个东西稍微扩展出去，这一块可能在当时的时候并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呢这个圣杯侍者就注意哦，好，你看这个人呢，就看到这个人怎么飞走了 ？OK 哈，甚至呢连圣杯都带走了。OK 哈，然后呢，你注意看到这个人是在心里还想着这个已经走了的这个人，或者是已经离开的这个人 ，OK， 或飞到天上的这个人 ，OK 哈。所以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你来到现阶段的这个能量场哈，会变成是奇怪啦，不是说好要合作吗？奇怪啦，不是我们本来暧昧好好的，怎么他突然转性啊？怎么突然不联络我啦？哈，这样的状况在现阶段的能量场可能会出现。但是我觉得某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你会觉得说我的心还是向着他，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互相喜欢吧，我们还是有合作的机会吧。我觉得在这里你可能要能够去看清楚或理清楚，或者是去理解这些事实。因为我觉得你这里是春心荡漾的，你可以注意看你这边是春心荡漾的，你还在看着这个人，即使他离开了，你还觉得说我们应该是这边有一个爱这边有一个爱心，我们应该还是有机会合作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能够去厘清什么是想象，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什么是你未来你觉得理想化的事情。这是这个现阶段能量场这个圣杯侍者给我的一个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这边背对的时候你没有去思考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每个人状况不同，请你要灵活运用去套用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因为这样的状况产生，你来到了这个力量牌卡，还有这个宝剑骑士，你注意看到这个宝剑骑士是想要赶快骑着这个不是脚车，骑着这个摩托车，骑着这个机车好像要飞奔向前理论，好像要去追一个什么东西。你要跟我说个清楚啊，你要跟我讲个明白啊，而不是说好要合作要在一起吗？你怎么这个人逃之夭夭啦？或你这个人怎么不理我啦？好 OK， 所以你在背后上是带着剑的你是带着弓箭要骑着这台摩托车，好像要去找人家算账一样 OK 哈。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趣的是，你还抽到一张力量牌卡，这个呢是半人半兽 OK， 你心里可能像这个野兽一样很火或者是这种野性大发就野性大发就有点像说你可能内在有些情绪上来了，
但是你表面这个外在的这个部分，你还要保持着，就是说，我觉得你有没有空啊？我们下礼拜五要不要出来聊聊啊？哈，所以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觉得你在半人半兽之间哈，当然我不是说你是一个奇怪的人哈，我的意思说，在这半人半兽之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胸口还带着一个爱心的项链，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变成整个猛兽呢？可能比如说咬它一口啊，或者是比如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为什么会带着这个爱心的项链？因为你对这个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你还是存有一点点哈，在这里。就是这个爱心，这个你心中的这个希望 ，OK， 所以你希望自己能够沉得住气，但是你也想要找对方来个明算账 ，OK 哈，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你的挑战牌卡在这里权杖7代表的意思呢，就是你看哦，这个女生坐在这个玻璃球里面啊，外面有很多这个权杖正在打她哦，你看你把头撇过去不理他 ，OK 哈，我会觉得在这2到3周呢，你的挑战权杖7象征的意思是说，第一哈，这边因为有几派不同的对不起，不同的射手座朋友们，你看我在讲牡羊座哈，所以我才会讲你们2个人能量场有点像，所以呢，你要去看你就去看吧 ，OK 哈，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给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有点像说你呢。非常有可能要注意一下射手座的朋友，这边可能来到这个挑战，你们会有几个做法。第一，哈，对方给你的解释你不愿意接受，你不愿意听 ，OK， 哈，你会觉得听都刺到你心坎里 ，OK， 哈。第二个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哈，我个人会感觉哈，你可能会做出非常坚定的一个决心，比如说。我觉得我不喜欢我在感情当中这样被对待 ，OK 好，你这样子呢，我觉得我不接受 ，OK， 这个可能是你要能够勇敢去跟对方拒绝，或者是坚定你自己的立场。那第3派的射手座的朋友们呢，我个人会感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正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能够找到你自己的力量，能够。看到这个事实可能并不如你所想的时候，你能够我这样讲好了，不管你是要选择轻易的放下或释放，或者是觉得说算了，是他的损失，没有我是他的损失哈。我觉得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会表现出这样子的姿态。OK， 这个是你的挑战，你有没有办法？你有点像是你有没有办法拿得起放得下？这是第3派的射手座的朋友们。那第4派的射手座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会有一点像是说，我觉得第4个这个能量场很细微哈，我觉得非常有趣。这个感觉哈，有一点像说你会这比较小众，很小众，你会我这样讲吧，你可能讨厌对方，我就直白的说，你可能会讨厌对方，或者是觉得对方毁了你的梦想。或者是对方为什么一开始不直话直说啊？或者是对方为什么要耍？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就很爱耍心机的人，就说为什么你不可以一开始就这样子讲？所以我感觉最后这一派的射手座的朋友们哈，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反而呢会在心里我们这样讲吧，有点抱怨，有点埋怨，有点觉得不甘心或不公平。OK 哈，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去突破的挑战。这些东西你要如何处理？如何消化？如何面对？如何坚定你的立场？我觉得这就是你这2到3周的这个挑战。因为在未来这个状况呢，你抽到的是圣杯骑士，抽到的是女王牌卡，还有抽到的是权杖3，这3张牌卡哈，其实就是要告诉射手座的朋友们，如果你可以突破这些挑战，然后去理清楚这些现状，在未来的这个状况呢，你不仅会去孕育出一个属于你自己能够更加滋养你的一个感情，或者是能够真正给你一个好的条件的工作环境，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合作伙伴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这个是圣杯骑士 ，OK 哈，这个圣杯骑士是冲着你来的，所以这一次这个跟你交手，在未来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可能会重新燃起你的热情 ，OK， 而且某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你是愿意冒险一试的，因为这个人是拿着一个冲浪板，象征的意思是说他想要乘风破浪一次 ，OK， 然后旁边这个权杖全部都是点燃这个火的，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如果你能够突破这个挑战，你能够去抽丝剥茧，理清楚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呢，也把这些情绪去处理一下，也跟对方说清楚、讲明白一下。我觉得在未来这个机会，会比较晚一点点。这边呢，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朋友们你们大部分的人会在1到4个月，这个东西应该会进来。
OK， 可能是在这一季或下一季的头 ，OK 哈，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这张是死亡重生的牌卡，所以我才会说啊，你可能要经历这个东西，花1季的时间去了解这个跟你交手相关中国人数，你才能够重生 ，OK 哈，而且呢，你看到这个死亡的这个那个什么死神啊，他的这个头罩里面这边呢是别人这什么不一样的风景，为什么呢？这个啊是从这里来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肚子正在发光？这个是在你的头脑里面发光的，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在这2到3周，你有很多处理情绪层面或控制或欲望，或者是这种争夺拉扯的课题是你的挑战。经历过这个挑战之后，我觉得你不会再用蛮力的，因为你知道蛮力没有用，所以你会开始展开你的智慧，所以这股力量是向上往上走的，走到你这个顶轮的位置的。OK， 所以我觉得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你可能也会开窍，你可能也会用不同的想法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它就进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机会、这个人选或这个关系呢，要有多快，取决于你在这边转换的速度有多快。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好吗？宇宙验证牌卡呢，我会建议你哈，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宇宙验证牌卡呢会来验证我所说的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内容。你看你的牌哈有点卡住哈，一直跳不出来哈。然后呢，还有呢当然这个很快哈，当然呢也会跑出一些非常贞洁的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牌卡 ，OK 哈，也会来提醒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哈，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OK 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OK 哈。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咯哈。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的牌卡是这个圣杯2，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在过去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这边有一个圣杯8，这边是一个圣杯2，这个人呐给你有一种圣杯10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好吧，那我们就来敲敲杯吧，我们来结盟吧，类似像这样。但你不要忘了，这个圣杯8跟圣杯2是拆开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圣杯10，所以有一点像是说，你看到的只是哇，好棒啊，这个蓝图是这样，然后呢，你就往前走了。你没有考虑到后面其他的这些圣杯8的这些东西在里面 ，OK 哈，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我们赶快结盟吧，我们赶快去开枝散叶吧，因为这个就是你想要的，你想种出这棵大树啊，所以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它给你的这个大树的意向，现在是小树哦，哈，我现在去投资啊，我现在去投入，未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大树啦，哈，所以呢，我才会讲，你那个时候可能只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人符合你的蓝图，符合你的条件，符合你的要求，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怎么样？可是呢，可能有一些但书在合约上你没有看清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人的个性或这个人的行事作风你没有搞清楚，然后就变成这样了。OK 哈，所以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你看哦，你抽到这张牌卡就是宝剑五，这个宝剑五啊，就是你看他们是这样互相交手的。然后呢，这个宝剑上面还有一条蛇 ，OK 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宝剑骑士加上宝剑5象征的是宝剑6，意思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给我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你要跟我达到一个共识。可是他们是拆开的，拆开的意思就是说会有冲突产生，所以这个宝剑5呢，有点像是我们刀锋相见一样哈。那我现在还背一个弓箭要去跟你明算账哈，所以呢，这个控制的欲望，这个想要争夺的这个力量的拉锯战。就是为什么我会讲，在你现阶段的那场应该会跑出来，这一定是会有冲突在这里，因为冲突呢是为了去解决一些我们可能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OK， 那来到你的挑战牌卡权杖7，你的验证牌卡是月亮牌卡，所以你注意看到，你有没有发现啊？你这2个圈圈啊，好像是一模一样的。OK， 所以呢，这张牌卡呢叫做梦想。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打破你的梦想了？我有跟你说了，其中有一派的射手座的朋友们，你会有这个想法：你怎么可以打破我的梦想？你怎么跟当初说的不一样？你这个人毁了我对于比如说感情的信心，对我对于梦想的这个工作梦想的渴望，哈，有点类似像这样，就有点我不能讲说他摧毁你，但是他有点像是打破了你的希望。OK， 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啊，这边有一个狼哦，它正在嚎叫，哈，这个意思就是说，某部分第4派的这个射手座朋友们，你的确会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这种怎么讲？我这样讲吧，情绪的起伏，还有某部分的人哈，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也会引发你的阴暗面的出现。意思就是说，这样的状态可能会让你看到你自己的，比如说不安全感，或者是呢，你自己的自我怀疑都可以。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会说，你这2到3周要去处理的这些情绪，处理的这些控制欲望或力量上面的拉扯，都是这2到3周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OK， 好，好，那接下来呢，在未来的能量场当中，你抽到这张牌卡是 Tower，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说哈，你在后面会有一个重新就是打掉重练。可是这个塔牌是很特别的，你看这个眼睛啊是在这个云上面的，你开始知道了，如果我有一个很美好
漂浮不定的未来哈，就是那个想象蓝图很大张啦哈。但是如果我张开我的智慧之眼去看见的话，即使你看这个塔哈，它是没有倒的，它是很好，它是着火了没有错，但是它并没有倒下来。只要你能够带着你的智慧，只要你能够去观察、去发现这个塔牌啊，虽然着火了，灭火就好了。OK， 这个地基啊是不会被动摇的，所以这个塔牌你有没有发现旁边有种的大树？其实旁边的这些草原啊看起来还蛮丰盛的。OK， 好，所以你开始知道了，在未来我要怎么样做，才不会让我想要架构的这个城堡轻易的被摧毁。OK， 好，所以我才会说啊，你这个希望跟梦想呀，要经历过这个跟你交所相关状况人事物之后，你才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架构才是符合我要的，或者是我怎么样去架构它才可以坚若磐石，它才不容易会因为这样子的外在人事物而影响了我自己这个城堡的这个坚固度。OK， 好，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这两张牌卡分别是这个魔术师还有这个权杖四，所以我才会说啊，经历过这个你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后，真正出来你注意看这就是我要给你看的一个东西。这个在过去的能量场，这是一个圣杯二，这两个人拿的是杯子。OK， 好，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们来合作吧。哎呀，我们相谈甚欢呐，就是圣杯二的意象。可是你在未来这个权杖是注意看这个是国王跟女王手上各拿着权杖，象征的是这个在未来要跟你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你们是强强联手的。OK 哈，你们就像是一对非常强大的伙伴，或者是一对 power couple， 这个才是你要的这个稳固。所以这个权杖是这个适合你的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才会在后面出来。OK 好，然后呢，这边他们要我提醒你一件事哈，这边呢是一个权杖三，加上你未来能量场是权杖四，加起来是权杖七。权杖七就是你未来如果通过这个挑战的话，这个我们这样讲吧哈，讲这个一个形容词，这个魔咒、这个模式、这个你习惯的这些行为哈，它就会被打破了。OK， 当你去挣脱、打破的时候，你会朝一个新的方向前进，新的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也就会出现啦。那这个魔术师呢，你可以注意看哈，这个魔术师呢，你看他后面呢这些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跟你刚刚这个后面这个可爱的这些风景啊，或者是这些小山啊、小树啊等等这些是很像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跟你说，你的这个力量会从肚子跑到这个头顶哈，就像这个肚子跑到头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个头上面现在这里是彩色的？ OK 哈，这个就是象征说，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OK， 你知道人可以有情绪，就是你这个耳环上面的月亮，人呢依然可以对未来保持这个希望，但是我不会失去我的自由度啊，我还是可以去培育我自己想要的这个家园，或者是梦想，或工作，或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你来到这里是一个向上提升，你开始觉得一件事情，就是我是我的世界的创造者。 我不是被选择的那一个，或者是被控制的那一个，所以你来到这个魔术师呢，也就是这个 creator 的这个意象，象征的意思说，你开始懂得去创造了，而不是等待别人给予你，所以你的这个城堡才会架构的非常的漂亮，也会非常的坚固。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抽最后一张，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信息要给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OK，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从头到尾一直跟你讲，你这个星星啊，这个耳环上面的星星，他们就是要叫我这样跟你说哈。来 ，OK 好，这个呢，你有没有发现又是3个人 ？OK 好，你看这3个人跟这3个人是不一样的。来，这3个人是很开心我们搭肩，我们就向前走嘛，我们不要管后面的事情啊。但这3个人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正在用这个玫瑰花去编织他们这个皇冠 ，OK， 意思就是说，你跟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如果你们要戴上这个皇冠哈，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你要有实也有名哈，你才能够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用这个玫瑰花去编织这个花瓣，你看它是有刺的。 所以一定会流血的。我们这样坦诚相见，开诚布公，面对面的把这些所有我们想要去合作的、想要去编织的这些梦想，可能会遇到什么挑战我的个性脾气不是很好我这个人就有些时候就是需要人家怎么样你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摊开来说，他们说呢，经历过这些东西，你们的情感才会稳固，你们的合作才会成长茁壮，你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去 create， 就有点像说去创造出这个属于你们漂亮的花园。 你看他们是不避讳这些我不能讲伤害啦但是不避讳去把这些真实该袒露、该说出来、该先讲清楚明白的东西拿到台面上面来讲。 OK 所以这张牌卡就是要提醒射手座的朋友们，这个可能是你要练习去做到的。有些时候呢，是的确丑话要先说在前头的。OK 那来到这边这个星星牌卡呢，你可以看到这2个闺蜜啊，她们躺在床上，好像在讲这些梦想。这个就是要告诉你，你可以实现所有你的梦想。
OK， 因为不要忘了，你是你自己生命的创造者，也是你自己生命的主人。OK， 所以如果假设你觉得奇怪了，我在创造我的梦想、创造我的关系跟合作机会跟伙伴的时候，这一块拼图如果并不是很理想，你随时有权利去转换它。OK， 这个就是最后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这个补充讯息，好吗 ？OK 哈，所以呢，我觉得射手座的朋友们哈，我觉得去看看吧，这2到3周这些可能你忽略的。可能没有去思考到的，造成这样的原因之后，你做了哪些成长跟改变，重新去做一个校正，我觉得你自然就会走到你想要的那一条道路上了，好吗 ？OK 哈，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要给射手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也非常感谢射手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